在地震2選1的時候，女友毫不猶豫選擇了她的白月光，任由我被壓在廢墟下等死。獲救後的第一件事，我就提出了分手，她卻不以為然地牽着白月光的手，對我說：“你整天把分手掛在嘴邊，有本事就真分啊！就你這種無家可歸的廢物，除了我誰還要你？”可她不知道，我被鋼板壓下的瞬間，找回了喪失多年的記憶。這一次，我會註銷現在的身份，以新身份回到親生父母身邊，再次相遇。他看到我以首富之子的身份和上流名媛在宴會共舞，卻後悔瘋了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我被救援，從廢墟下救出來的時候，渾身是血，傷痕累累，而我的女友林瑞卻扶着只是擦破皮的楊旭站在一旁，對他噓寒問暖。等他注意到我時，先是被嚇了一跳，眼底又快速閃過一抹嫌棄。許澤，剛才我選擇先救阿旭，只是因為我公司的項目需要他幫忙，等項目賺到錢，咱們就能結婚了。你別多想。我沒回應，扶着還在流血的腦袋，恢復體力。林瑞蹙了蹙眉，又說：“看到你沒事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你先留在這，我跟阿旭回去處理點事，晚一點我再派人過來接你。”見我依舊沉默，他沒再多說什麼，搀扶着楊旭就要離開。這時，楊旭卻忽然哆嗦了一下，裹着衣服，可憐巴巴道：“瑞瑞，我好冷啊，渾身都發抖，不知道這裡有沒有多餘的衣服給我穿上，我怕等會感冒了。”說話間，他的目光精準地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林瑞掃了我一眼，毫不猶豫地走過來，強行扒掉我取暖的外套，一邊給楊旭披上，一邊對我解釋：“許澤，阿旭身子弱，不比你耐凍，真感冒了項目就得推遲。回頭我再給你買件新的。”我胳膊被壓骨折了，根本沒有力氣反抗，直到給楊旭裹得嚴嚴實實，他才瞥了眼指着單薄毛衣在寒風中打顫的我。那我們先走了。看着他們2個人離開的身影，倒映在寒冷的血液裡，我的心也寒了個徹底。6年前，我失憶流落到青州，是林瑞從乞丐窩把我撿出來的。我們相知相愛，成為情侶，本來日子過得很幸福。可直到楊旭回來後，一切就變了。他對我的態度越來越冷淡。我本以為是自己做得不夠好，加倍討好他。可直到剛才生死關頭，他選擇了楊旭，我才知道這段感情是該結束了。我忍着痛過去排隊處理完傷口，天更黑了，寒風呼呼吹着。聽別人說，現在已經晚上10點多，我才明白林瑞又食言了。今晚他不會來接我，我只好搭乘志願者的車回去。路上，我借手機撥通了一個號碼，秦尋。是我原來的名字，辛苦幫我查一下我的身世。就在我被林瑞放棄，被鋼板壓住的一瞬間，我意外恢復了部分記憶。既然準備離開了，我也想盡快找回自己真正的親人。長達1個小時的顛簸，我終於回到了家門口。這裡距離鎮遠遠，並未受到波及。這次回來，一是為了跟林瑞說清楚分手，二是我現在身無分文，需要取些衣物和現金用來生存。推門進去時，家裡的燈明晃晃的。從不曾下廚的林瑞繫着圍裙在煮麵，楊旭穿着我的睡衣，放鬆地坐在沙發上，兩人幽默地逗着去，像極了小兩口。直到我進門，林瑞笑容正在臉上，皺着眉，脫口而出：“你怎麼回來了？”下一秒又頓了頓，語氣有些僵硬：“我跟阿旭回來一直在忙，剛才正聊起要派人去接你，你怎麼自己就回來了？”我淡淡道：“
志願者把我送回來的。我想要脫下被泥濘血水染得狼藉的鞋，卻發現我的拖鞋被楊旭穿在腳上。林瑞適時地解釋，阿旭家被地震波及，暫時住在我們家，正好也方便我們聊項目的細節。他一邊說，一邊往洗手間走，拿出了水盆和刷子。你先別進來，家裡剛打掃乾淨，你蹲門口把你鞋刷乾淨，還有阿旭的鞋一起刷了。你洗的時候注意點，他的鞋是法國真牛皮，不比你那幾十塊錢的鞋。算了，你那雙鞋扔了，我回頭給你再買一雙。你先給阿旭刷吧。林瑞說話間，已經把水盆放下，擋住我進客廳的路。我只是拿起刷子，簡單刷了下自己的鞋底，越過水盆，淡淡道：“我回來拿點東西，馬上就走。”一旁的楊旭卻趕緊站起身，一臉抱歉道：“澤哥，你該不會是生氣了吧？我還以為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借宿幾晚沒關係。看來是我想當然了。你千萬別因為我和瑞瑞慪氣，該走的是我，我走。”他做事要脫下我的睡衣準備走，林瑞卻馬上攔住他，還幫他攏衣領，柔聲道：“阿旭，許澤沒這個意思。再說這是我的家，還輪不到他趕你。”說完，沉着臉看向我，語氣滿是失望：“許澤，這些年你吃我的住我的，我現在連讓你刷一雙鞋的權利都沒有嗎？阿旭是我的重要客戶。我的公司需要他，我們未來結婚的資金也需要他。你在外面幫不了我的忙，在家裡力所能及的事也不肯幫我。你說我到底要你有什麼用？”我心口一滯，沒來由地苦笑起來。這些年我雖然沒出去上班，但我通過網上兼職也足以維持生活，甚至還無條件地照顧他的飲食起居。用自己賺的錢給他在各個節日送驚喜。原來在他看來，我是個廢人嗎？我深呼吸了一口氣，淡淡道：“既然這樣，林瑞，我們分手吧。”林瑞眉頭驟然緊蹙，語氣更加發寒：“你說什麼？分手？”我重複了一句。林瑞死死地盯着我，冷嗤一聲：“許澤，就因為這點小事，你就要分手？你能不能做個男人？有點擔當。我不求你跟阿旭一樣好，可你連人家的一半都比不了。”他恨鐵不成鋼地吐了口氣，仿佛對我徹底失望。鞋子不想刷你就別刷，剛才的話我就當沒聽見，滾回房間去。看着他絲毫不把我提分手當回事，我也沒再說什麼。回臥室時，我看到林瑞溫柔地按着楊旭到沙發上坐下。阿旭，沒事，你就安心在這裡住着，等吃完飯我給你刷鞋。許澤那雙手這輩子都沒碰過真皮鞋，省得他給你弄壞了。那溫柔如水的模樣，與剛才對我的冷漠形成鮮明對比。以前林瑞對我也這麼貼心在乎，可後來他對我越來越苛刻，即使他沒說出口，但我清楚他只是嫌棄我了。楊旭是他的白月光，更是名校畢業的海歸，而我只是個失意找不到家的流浪漢而已。我苦笑一聲，回到房間，拿了件厚外套和備用手機，一些現金，就要離開。這時朋友打來電話：“可算聯繫到你了，許澤，我查到你身世了，原來你是南省秦首富家的公子啊，不對，應該叫你秦尋。我用這個名字查的時候，秦家馬上就聯繫我了。秦家的人應該已經在接你的路上了。”聽着朋友激動的聲音，我沉寂的心裡忽然有了一絲曙光。原本以為自己今晚會無處可去，卻沒想到竟讓我找回了自己的家。對於首富家太子爺的身份，我並不意外。被鋼板壓下時，我腦海裡閃過很多以前的畫面。我猜測我的身份非富即貴，果然猜測應驗了。走出臥室時，林瑞正端着菜從廚房出來，
見我要出門，他眉頭擰起，冷聲叫住我：“許澤，飯都做好了，你幹嘛去？”我平靜地看着他：“我出去住。”林睿臉色忽地沉下來，把碗重重按在桌上：“許澤，阿旭在這，我已經夠給你留臉了，你還得寸進尺了是吧？就你一個沒錢沒勢、無家可歸的廢物，除了我，你以為誰還會收留你？別忘了，當初你在天橋底下要飯的時候，只有我給了你一口飯吃，跟我分手，你還真有勇氣說。”他臉色冷厲，語氣裡透着深深的不耐煩。我知道你在鬧情緒，但我沒空去哄你，只希望你搞清楚一個事實，我做一切都是為了我們的將來，不像你，只會拖後腿。所以不要再挑戰我的耐心，否則你會後悔的。我心底壓抑到極致，反而笑出聲來。林睿，你做這些究竟是因為什麼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心裡都有數。我不說，並不代表我蠢。說完，我拉開家門，走了出去。身後，林睿怔了一秒，惱羞成怒般拿起碗就朝我砸了過來。滾！滾了就別回來求我。房門關上的那一刻，我跟林睿的6年徹底畫上了句號。這時冷風吹來，我一時有些茫然。很快，漆黑的夜色裡忽然駛來數十輛豪車，齊齊地停在我跟前。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年男人快步迎上我，激動道：“秦少，我們可算找到您了。老爺夫人可是足足盼了你6年啊！”路上，管家秦山告訴我，爸媽為我準備了接風宴，號召青州名流出席慶賀。他先帶我去總統套房洗澡，換上高定西裝，做了髮型，站在鏡子前看着陌生的自己，我的腦海裡卻隱隱有種熟悉的感覺。這才是我以前的樣子，不是穿着廉價的衣服，整日悶在家裡給林睿當家庭主夫，更不是被林睿嫌棄無家可歸、身無分文的流浪漢。我是秦尋，首富秦家唯一的繼承人。整理好心情，我走進接風宴的大廳，很多青州的上流權貴已經到場。我還看到了2個熟悉的身影，林睿和楊旭，兩人穿得光鮮亮麗的禮服，看起來非常登對。這次秦首富為太子爺準備的接風宴，眾多名流爭相前往，幸好咱們來得及時。要是誰能得到他老人家的青睞，以後可就徹底騰飛了。林睿語氣裡難掩激動和迫切。下一刻，他跟我的目光對上，臉色一變：“許澤，你跟蹤我？”林睿不悅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。我還當你這次有骨氣了，這才過了幾個小時，就來求我了，還穿得人模人樣的混進來。我淡淡打斷：“你誤會了，只是碰巧而已。”林睿卻冷嗤一聲：“行了，都到現在了，還裝？我早說過，你離開我過不下去，現在知道錯了吧？我和阿旭過來是有正事要辦，這也不是你該來的場合。你先去外面等我們，等忙完，我再跟你算賬。”他優越的姿態讓我心底反感。我也有事要辦，你有事？林睿譏諷地笑出聲：“你能有什麼事？許澤，你差不多得了。這是秦首富為找回太子爺準備的接風宴，若是我和阿旭能得到秦家青睞，公司會實現質的飛躍，就連你也能借着我跨越階層，明白了嗎？”我扯了扯嘴角：“那恐怕你沒有這個機會了。”林睿臉色疼得沉下來：“你什麼意思？”這時楊旭忽然開口，陰陽道：“睿，你還沒聽明白嗎？許澤這是自以為身份尊貴，能夠左右秦家的選擇呢。”他好笑又憐憫地搖了搖頭，對我說：“許澤，我知道你在吃醋，可這裡真不是你胡鬧的場合。放眼全廳，這裡的人非富即貴，只有你一個人格格不入。”林睿也不耐煩地看着我：“好了，許澤，別在這給我丟人了。
趕緊離開，否則……”正說着，他的眼睛忽然亮起來，一把推開我，滿臉堆笑地朝一個人迎上去。秦董，久仰大名，我是林氏集團的林瑞，恭喜您。可下一刻，秦首富卻越過他，快步朝我迎上來，激動地抱住了我。“你個臭小子，你這些年去哪了？讓爸好找。”林瑞的臉色瞬間僵硬，眼底濃濃的震驚。我看着眼前老淚縱橫的男人，腦海裡迅速閃過幾個破碎的畫面，眼眶情不自禁的濕潤，喊聲脫口而出：“爸！”很快，一個打扮雍容華貴的中年女人激動地衝過來，緊緊地抱着我，帶着哭腔：“小尋，兒子，你可算是回來了。這是我媽。”跟爸媽認親的瞬間，我一直以來漂浮不定的心終於有了歸宿。平復過心情後，我爸就要拉着我上台介紹我的身份。這時林瑞忽然衝過來，難以置信地道：“秦首富，是不是認錯了？他叫許澤，不姓秦，他就是個沒工作的流浪漢，怎麼會是秦少？”我爸沉着臉，怒聲打斷：“住嘴！你是什麼東西？我秦啸天的兒子，我難道不認識？”我媽也冷冷地瞪着林瑞，聲音不善：“你說我趙桂梅的兒子是什麼？流浪漢？你好大的膽子！”長居上位者的身份讓我爸媽的氣場非常強勢。林瑞臉色轟然慘白，他聲音有些結巴：“不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”我爸眯着眼，聲音低沉，帶着濃濃的威脅之意：“你最好是沒什麼意思。”在看向我時，態度又滿是慈愛：“兒子，你是不是還沒徹底恢復記憶？爸跟你說，6年前你代替爸去遊艇上參加跨國會議，遭遇海上颱風，自此就失蹤了。爸一直在派人找你，沒想到你記不起以前了。你放心，爸一定治好你。”我媽也激動地點頭，握着我的手，心疼得直掉眼淚。自從林瑞的注意力被楊旭占有後，我已經很久沒有體會過被人關心的滋味了。一時間，我感動得雙眼發酸，林瑞的表情卻從難以置信變成了呆滯，好久才發出聲。他不敢再跟我爸媽說話，只是看着我，激動得又笑又責怪：“許澤，你聯繫到家人怎麼不告訴我？我還蒙在鼓裡。哦，不對，秦尋，你叫秦尋，原來你沒騙我，你真的是有正事，我還以為你在開玩笑呢。剛才你別怪我，我都是為了咱們以後結婚才着急生意上的事。”這時，我媽聽出了話茬，疑惑地看向我：“結婚？兒子，這位是……”我還沒開口，林瑞卻禮貌地笑了笑，自我介紹道：“叔叔阿姨，你們好，我就是秦尋的女朋友林瑞。剛才我沒搞清楚情況，請別見怪。6年前是我在天橋底下救的秦尋，這些年我們是男女朋友關係，我們住在一塊的，也已經走到談婚論嫁的階段了。沒想到會找到你們，太好了！”他表現得滴水不漏，眼底暗藏着濃濃的驚喜。可我卻淡淡打斷：“不好意思，林女士，就在3個小時前，我已經跟你分手了。”林瑞臉上的笑容一僵，難以置信地看着我：“秦尋，你別鬧了，今天是找回爸媽的大喜事，你別跟我開玩笑好不好？我從來就沒想過跟你分手。再說，我們談了整整6年，這些年我一直都在為我們的將來努力付出，你怎麼能拋棄我呢？”他的眼淚嘩啦啦滴落，委屈極了：“秦尋，這些年咱們是一路扶持走過來的，你真的忍心不要我？”看着林瑞這個樣子，我有些恍惚，已經多久沒看過他對我這個模樣了？記憶裡他總是高高在上的，而現在之所以對我這般深情，不過是為了我的身份而已。林瑞，你的戲演過了。我冷漠地道，
這時，一直在旁邊觀察情況的楊旭卻忽然冒出來，笑着打圓場：“秦尋，秦公子，你就別欺負瑞瑞了。你不就是介意我和瑞瑞的關係嗎？我們呢，什麼都沒有，非常純潔的異性好朋友。我知道你們這些年也不容易，真的不要因為我鬧得分手了，這樣我罪過就大了。”我爸媽皺着眉，一時間也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，只是靜靜地看着我。我也實在無暇跟他們掰扯，淡淡道：“你們之間的關係，自己心裡清楚。林瑞，相愛一場，我只是給你留體面，繼續下去就真的無法收場了。”林瑞臉色一變，他咬牙道：“你什麼意思？”他臉上的惱怒一閃而過，若非忌憚於我爸媽的身份，或許林瑞早就開始訓斥我了。既然這樣，那就攤開來講吧。我拿出手機，打開相冊，裡面有一張照片，是林瑞和楊旭在餐桌上過生日，而他們共同摟着的是一個4歲的小女孩。那小女孩像極了林瑞和楊旭的結合體，3個人貼臉笑得幸福。我右滑，是一個短視頻，上面清清楚楚記錄下了小女孩喊林瑞媽媽、喊楊旭爸爸的聲音。林瑞的臉色瞬間慘白，他剛想解釋，我卻搶先開口：“這張照片和視頻1個月前我就看到了，我一直在自欺欺人，告訴自己或許只是乾爸乾媽，是我誤會了。可是謊言是藏不住的。林瑞、楊旭，別再把我當傻子了。”我一字一句地說着。林瑞臉色變換了好幾下，他着急地道：“你誤會了，那女孩是楊旭的孩子，我只是乾媽。”我打斷：“要打個賭嗎？今天就做親子鑑定，孩子如果不是你的，我們之間還有機會，你敢嗎？”看着林瑞慌亂的表情，我知道答案了。這件事我一直沒有勇氣去面對，直到剛才的那一秒，我內心還在期待他沒有背叛我，即使我們不再有可能，但起碼證明這6年我的愛是有價值的。可現在，我自嘲地笑了下：“爸媽，請他們出去吧，我不想看到他們。”很快，我爸媽就叫了保安，堵住林瑞和楊旭的嘴，直接扔了出去。接着，我被爸媽帶到台上，介紹給了全青州的權貴認識我。有些人通過林瑞的關係對我有些臉熟，都震驚極了。或許是以前經常出入這種場合，即使沒有恢復記憶，我也並不覺得惶恐或是不自然，非常坦然地應對賓客的寒暄。宴會結束，我爸媽問我要不要處理楊旭和林瑞，我搖了搖頭。我和林瑞之間是感情債，沒必要趕盡殺絕。他以前愛我，救我是恩，我愛他，無償照顧他6年是情。後來他嫌棄我，心漸漸走散了，我不怪任何人。至於楊旭，沒有他，也會有別的優秀男人吸引林瑞的注意而已。第2天，爸媽帶我回了以前的家，南省省會林市。他們為我安排了頂級的醫療團隊，讓我先休養身體，恢復記憶。這些天裡，我享受了前6年加起來都沒有的奢華生活，腦海裡還會回想起林瑞的影子，但已經慢慢在減少頻率了。半個月時間，通過治療，我徹底恢復了記憶。曾經我就不是不學無術的紈絝，而是為父母分憂的當家繼承人。很快，我便接手了家裡的部分生意。一天，我媽有些不太自然地過來找我談心：“兒子，你對於聯姻是怎麼看的？”我疑惑：“怎麼了媽？”我媽這才尷尬地說起來，在之前，家族就跟北省蘇家小公主約定過聯姻。我出事前，爸媽本來打算通知我，沒想到會耽擱6年。而那個蘇家小公主蘇蘭，不知為何等了我6年。聽說我恢復記憶，蘇家主動提及了這件事，
但也不想勉強。兩家如果能聯姻，對咱們秦家、蘇家都是極好的事。不過爸媽尊重你的意願，我倒也不意外。其實從我出生记事以來，我接受的一直是家族精英教育。以前我就做好了联姻的準備。經歷這一遭失意，我更加覺得感情這東西結局都差不多，不如利益互換。得到我肯定的答覆，我媽又猶豫地看着我。要是你還對那個林睿的有感情，爸媽也不是不同意，只要你幸福。媽，我跟他已經過去了。我笑了笑，輕鬆道：你跟蘇家的人說吧，聯姻我同意了。1周後，我和蘇蘭的訂婚宴安排在一處小島上。蘇蘭是個優雅落落大方的女孩，身上並沒有被物質沾染的俗氣。我的未婚夫，可以跟我跳一支舞嗎？他伸出纖纖玉手，我欣然答應。悠揚的舞曲中，我和他在舞池中央共舞，其他賓客紛紛散開，將我們擁護在中間。秦少和蘇小姐實在太般配了，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就是用來形容他們的。聽着周圍人的讚美，我並沒有什麼感覺。蘇蘭卻勾了勾我的肩膀，輕笑道：想什麼呢？在想我們的婚禮。我平靜道：我和林睿在一起6年，他總是說我們沒有足夠的錢，所以不能結婚。他做出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我們的將來。可是真的是這樣嗎？就在我恍惚的時候，一道熟悉的聲音忽然在我身後響起。許澤這個名字我已經很久沒聽到了。轉身，林睿出現在我面前，他眼睛裡滿是淚水，瞪着我，仿佛受了委屈般倔強、冷然又多情。你真的要娶別的女人？我皺眉，不知道他怎麼混進來的，但還是點頭。林睿逼近一步，直視着我。那我呢？你答應娶我的，不作數了嗎？明明分開的時候鬧得那麼不愉快，林睿卻仿佛一切都過去了，質問得那麼理直氣壯。林睿，我想我以前說的夠清楚了。不夠。許澤，我陪了你6年，愛了你6年，即便我們之間有些摩擦，但你也不能不要我了。他哭得傷心，一時間周圍的人都聚集起來，指指點點。蘇蘭的臉色也有些不好看。這位小姐，這裡是我和秦尋的訂婚宴，請你馬上離開。林睿卻絲毫不怕地抬頭看着他。秦尋愛的是我，我是他的正牌女友。你們這種聯姻綁定在一起的婚姻是不會幸福的。蘇蘭剛想說話，我卻攔住他，淡淡道：林睿，既然你聽不懂人話，那我也沒必要顧忌情面了。你做出這副情深意重的樣子給誰看？你跟別人睡的時候，想過自己是有對象的人嗎？你給別人生孩子的時候，想過什麼叫做忠誠嗎？你愛的是錢，是權，還要我再說得清楚一點嗎？你就是鑽進錢眼裡的瘋子，你讓我惡心。一字一句讓林睿的臉色難堪到極致。他攥緊了拳頭，屈辱又無力，惱羞成怒地質問我：秦尋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更是你的女人。你流落街頭的時候怎麼不跟我分手？你身無分文的時候怎麼不提分手？現在你富貴了，你有錢了，你就要甩了我？你是人嗎？今天你想訂婚也可以，青春損失費你必須給我結算清楚。終於圖窮匕現了，我心裡冷笑，這才是林睿的真面目。剛才所謂的感情，所謂的愛，不過是為了要錢的遮羞布。想到我愛了這種女人6年，我就覺得惡心。秦尋，你說話呀，你怎麼不說話？理虧了，你可是首富家的繼承人，你難道就有臉欠一個女人的錢不還？林睿繼續質問我，我冷冷道：那你倒是說說，我欠了你多少錢？1000萬？不，3000萬。林睿義正言辭地道，我卻給氣笑了。林睿全部身家加起來都沒有3000萬，
我就欠了他3000萬。林瑞繼續道：像你這樣的富家大少，出去玩一次得花多少錢？我可是陪了你6年，青春損失費3000萬一點都不過分。一時間，我看向林瑞的眼神裡只剩下了冷漠和可笑。所以，你把你自己當成什麼了？賣的嗎？林瑞咬牙：這個不需要你管，只要錢到手，我馬上就走。我的耐心也到了極點，你去起訴吧，法院判多少，我還多少。訂婚宴繼續。話落，早就在旁邊等待出手的保安直接衝上來要帶走林瑞。這時，一個4歲的小女孩忽然闖出來，拽着我的腿就大喊：放開我媽媽！你這個壞人，你搶走了我媽媽！我和爸爸沒有媽媽陪伴，都是因為你，你是壞蛋，打死你！哪怕只是個小孩，他打人卻很疼，但很快保安就把小女孩抱走，連帶着林瑞一起拽了出去。鬧劇結束，但賓客們看我的眼神卻變了。我本想向蘇蘭解釋，她卻道：你別往心裡去，跳梁小丑而已。她主動帶我到人少的地方休息，安慰我，我不會因為那種女人影響到我們的聯姻。秦尋，你很好，你很好。蘇蘭定定地看着我，透過她美麗又堅定的目光，我仿佛感受到了一種力量。同時，我在她眼底發現了一絲愛慕。那是對我嗎？訂婚宴結束後，我就接到我爸媽的電話，讓我趕緊回去。回到家，我卻看到林瑞帶着私生女跟我媽哭訴，手裡還拿着類似於親子鑑定報告的東西。這孩子真的是秦家的血脈，親子鑑定上寫的真的。叔叔阿姨，我可以不進秦家的門，可孩子是無辜的呀。林瑞委屈地說着，在看我進門的時候，臉色變了變，又抽泣了幾聲，道：秦尋，我知道你現在已經不愛我了，但這個女孩是你的種，你必須承擔當父親的責任。在宴廳裡對我又咬又哭的女孩，卻忽然乖巧的要拉我的手。爸爸，我冷冷地甩開，不要亂叫，我不是你爸。還有你，林瑞，你是一點臉也不要了是嗎？把一個私生女帶過來坑蒙拐騙，你是真當我秦家是好說話的？林瑞咬了咬牙，舉起手裡的鑑定報告，你兇什麼？這女兒就是你的，不信你就做鑑定啊！我卻壓根不想跟他掰扯這些，冷冷道：我不管你想耍什麼手段，你馬上滾，否則你的公司明天就破產，我也會讓你從青州徹底除名。林瑞的臉頓時慘白一片，他張了張嘴，愣是不敢再說半句。他知道我擁有這樣的實力和資本。這時，那個小女孩又開始哭鬧：爸爸，爸爸，你怎麼不認我和媽媽？爸爸，你不能這麼狠心！住嘴！我看着林瑞，一字一句道：就算她真是我的種，是你生的，我也不會認。滾！最後，兩人又是被拖走的。我媽還有點懷疑：兒子，這女孩不是我的，我篤定。這些年，我措施一直都很好。更別提那個小女孩和楊旭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。我要是真相信，那才是傻了。我原以為林瑞這樣就會放棄，徹底遠離我的世界，沒想到1周後，我才從朋友處得知，林瑞竟然在網上直播，大肆分享我失憶期間他跟我的過去，當然還添油加醋了很多他的付出，以及我得勢後的無情。短短1周，我這個人人豔羨的南省太子爺，徹底成了渣男的代名詞。有錢人也要玩別人的感情啊，太過分了！抵制秦家所有企業的產品，不能讓資本家欺負平民。類似的言論被有意的引導，秦家集團遭受了不少輿論攻擊。爸媽都勸我要不起訴或者和解，我只是按兵不動，收集他在直播間污衊我的證據。
2周過後，林瑞再次主動聯繫我，聲音柔情：“秦尋，我好想你啊！每次跟網友們分享過去我們的愛情，我就覺得你好像還沒離開我。我們和好吧，這樣以後就不會再有人黑你。秦家的利益已經受損了，只有我才能幫你挽回名譽。”我沒有回應，任由他軟硬兼施。1個月後，我讓秦家的律師團隊將林瑞起訴到了法院。一夜之間，真相大白。這6年來的點點滴滴，所有明細，我都整理得清清楚楚。林瑞所說為我的付出不攻自破，算下來，他還倒欠我10萬。所有曾經攻擊我的黑粉們，全都去林瑞的公司大罵特罵。在我的安排下，當晚林瑞的公司就破產了，並且欠下了巨額債務。楊旭也沒逃脫網友的制裁，不僅丟了工作，還被人肉，比過街老鼠還不如。這段時間，林瑞想盡辦法聯繫我，都無動於衷。很快，秦家就扭轉了名譽，還借此大火了一番，市值翻了一番。就連我爸都說，經過這次，我成長了許多。我和蘇蘭的婚事還有1個月，這段時間，我們也在雙方家庭的撮合下互相了解。蘇蘭是個很好的聯姻對象，也是個很好的女人。接觸她以後，我才知道，失意時的我眼界有多窄，竟然會為了林瑞那種女人心痛飽受折磨。同時，家族企業的事也逐漸轉移到我手上。我已經很久沒關注過林瑞的事了，再次聽說他是在我和蘇蘭的婚禮上。有個八卦的兄弟告訴我，林瑞破產後跟楊旭好上了，2個人帶着孩子換了個城市，重新開了家公司。結果楊旭讓林瑞去貸款，他負責跑業務。沒多久，楊旭就帶着錢跑了。只是跑路那天，他開車太快，直接從跨江大橋上翻了下去，連屍體都沒找到。林瑞被債主逼得走投無路，把孩子賣了。結果第2天就被警察抓了，判了幾年，出來估計也廢了。還有那孩子，在轉賣的過程中被人販子灌多了藥，這輩子是啞了。聽到這些，我心裡只覺得本該如此。林瑞太容易被物質裹挾，看不到人的本質，遲早會被楊旭坑。我沒再多想這些，順利完成了婚禮。婚後，我和蘇蘭很快有了寶寶，家庭、事業都異常順利。一次回青州出差，我回到這個曾經待過6年的城市，只覺得物是人非。傍晚散步時，我聽到一個熟悉又陌生的聲音。循聲看去，才發現林瑞在街邊擺攤。他好像老了20歲，不仔細看都認不出。他也發現了我，看了幾秒，轉頭擦了擦眼淚。我們擦肩而過，誰也沒說話。我們彼此只是對方人生的過客，僅此而已。青州的夜色很美，只盼各自圓滿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